这是个妖孽，杀了！派人去呀！杀了！石玉辉，身为大祭司，通敌叛国，你可认罪？我不认。我石玉辉，自15岁起便登上这大祭司的位置，为陈国鞠躬尽瘁10载，绝无二心。皇上呢？我要见皇上。皇上不会见你，是为你的秘书。若是我长征人垫脚石，就别折腾。还等什么？还不醒醒！皇上，大祭司石英辉已经伏法，这是他的项上人头。哈哈哈哈！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师傅，你说过不会放下我的。别以为自杀就能吓得住我们，彩礼我都收了，你今天必须嫁出去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少在这里装傻，想死也等我把彩礼拿到手了再死。我不能改变。天正，我不能如约嫁给你了，我们来世再见。莫非我这是借尸还魂了？空王赤口流连，三凶齐全，我这是刚重生就碰上生死大劫了。此处唯有速起之吉兆，难道我得顺应天命，嫁人才能破解劫难？识相的就给我好好收拾收拾，安稳富家来进去结婚，别脏到灰头土脸的给我丢人！喂，回去讲话呢，听到没有？你敢打我啊！本座从前乃是堂堂大祭司，你是什么肮脏玩意儿，也配跟本座动手？我是你妈，让人教训一下，怎么了？你鼻梁露骨，口大齿乱，额头低展，日月不明，典型的克夫克子克全家的面相。所以你没孩子，怀了也会掉。让我用细菌夫妇比你长得能好7岁，你不但不感激我，还咒我！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！到底让我嫁给什么人？快说！快说！我说，你先把脚打开。就是这个人，别的我也不清楚了。各位请进，这位就是石小姐和夫人。这怎么回事？副管家，都是你们要找的新娘就是我。这桩婚事我同意了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就是彩礼必须交到我手上，1分都不能给他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们为何要我去冲喜，傅寒川的命格为天金嘛，年干为正印，明摆着是富家之后，学业有成。可惜呀，正印正财其实是大凶，此人体质虚弱，久病未愈。9宫当中唯一的变动是在夫妻宫，天府流月，也就是我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石小姐懂这些的，我就不和各位绕弯子了。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不嫁了。你们大可以把我绑回去神婚，然后我跳楼自杀，你们少爷这辈子都别想好。石小姐，您的要求我们老夫人都同意了。那就好，你们走吧。等一下，换身衣服。你是杜飞的女性进我手里。少夫人，这就是您住的地方。星辰，我们少爷叫傅寒川。傅寒川，他竟长得和星辰一模一样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等风水局，怪不得傅寒川醒了过来。不过这路数和手法倒是和我有些相似，不知是师承何处。这傻子
富家二老爷的儿子，咱们走吧。真没想过，我这大哥都成了不能动的废人了，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嫂子。妈的，你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不敬兄长，轻薄长嫂。你爹妈就是这么管教你的吗？你快放开我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长嫂如母，既然你父母管不好你，那就由我带。你给我等着，我饶不了你！怎么办呢？你真不应该得罪二少爷。怎么得罪了？二少爷被二老爷娇宠惯了，无法无天。也就大少爷能管教他几句。现在大少爷成了植物人，你连个保护你的人都没有，二少爷绝对会报复你的。报复？那得看看这位二少爷的命够不够折腾。少主，老师娘见你。史小姐来了，请坐，别客气，喝茶。史小姐，第一杯茶不说道理，一杯大概是为了洗茶几分，而这是绿茶，味道本来就清淡，不堪多洗一遍。何况夫人的毛尖色泽清晰，再多洗一遍可就浪费了。不错，是有主意的。妈，说过多少遍了，让你们稳重些，稳重些。妈，稳重不了。孙喜一进门就打他好稳。奶奶，你看呀，这是真的。富浩人调戏我在先，辱骂我丈夫在后，我还没找人评评理，你们倒是先恶人先告状。瞧，我儿子一表人才，相貌家世差点样了，用得着调戏你？看，准是你勾引我儿子。徐姐当时也在场，孰是孰非，问问她不就知道了。一个下人，谁知道他嘴里的话是谁教的？就算他害你们拉扯，又能证明什么？谁知道是你真相是？要不说，你就看我南川成了植物人，就把主意好一身上。对，就是这样勾引我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身正不怕影斜，你问。你说我勾引，什么时候？为什么是在我的房间？又为什么是我和徐姐在房间待一会之后，你进来会被看见？难道我蠢到自己偷情，还要自由把柄？就在今天晚上，是在晚饭后。为什么要等你？因为根本就是你突然进来，然后不知廉耻的调戏我，才被徐姐看见。逆子，竟敢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！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啊？所有的礼仪廉耻，都让你吃到狗肚子里去！妈，是我的错，没有把这个逆子管好。小姐，本来我是看着你生辰八字可以寒川冲喜，没想到你做事不断，聪明伶俐，看来是我富家吃到饱了。奶奶过奖了，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也已经累了。如果你没有其他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回房休息了。好，去吧。有什么事呢？直接叫徐姐就可以了。张奶奶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的房间？我不是要补房间，本来是要找些东西的，走着走着就来到这里了。你找什么东西？跟我说一声啊！那你帮我找些东西，最好是紫檀木的，和一些麒麟貔貅样式的最好。张奶奶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我自有用处。我先回房间了，你找到了直接拿过来就行。哦，好。这些东西都是二老爷叮嘱我的，他特别注意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告诉二老爷。二老爷出事了！
换掉。傀儡替身必须和傅寒川有血缘关系才行，这能找谁替啊？你是说？自然是找个老不死，也算是废物利用。好，正好可以让石云辉做这个替罪羊。竟然直接对寒川出手！傅寒川体内中的这个降魔念程度，如果不是我亲手挖出来，他连半点都不知道。这个东西，谢谢你了。嫂，你听他，我看他就是故意想让寒川早点死，和我们分家产。要我说，报警吧，这可是故意杀人罪。谁都不许动他！晨，你怎么样？有这么多东西，妈妈，这就找人给你治的。寒川呐，你正好醒了，你可得快！石云辉，趁你昏迷，想要你的命啊！你看看身上的血，要是咱们再晚来一会儿，你的人就没了。昏迷的时候我已经尽全了，二叔就不用再说了。还有，石云辉嫁给的是我，不是父亲，我们之间的事还轮不到插手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可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是为了他好，那就先把捕虫的事情说清楚。哦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寒川身体里的捕虫虽然被挖出来了，但是母虫还在。子虫吸血10岁，母虫纯地水沾，杂物不碰。所以滋养母虫需要一个密封的陶罐，外用风浪网纸包好才行。子母虫之间是有联系的，所以跟着子虫的引导就可以找到母虫所在了。胡说八道！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真实的事情啊！你们都别吵了，就按云辉说的做吧。妈，你别听他鬼扯！你们刚才说的话呀，我都已经听到了，我已经安排张使去搜了。鬼扯，是不知道了。老太太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在2爷房里搜到了这个。青青，这个是从你床底下找出来的，你跟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啊，这一定是在陷害。他这么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，一定是他放的。怎么了这是？对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是我找到大师在家里布置的阵法，就是傅寒川昏迷，然后自家尸身拿捏在手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嘴怎么说出口了？石云辉把我的计划破坏了，我绝了五虫，可以趁机上傅寒川，嫁祸石云辉，见机说掉。那这个布偶还是手足心得，肯定不能用我自己的名字。那个死了，本来就没年活头了，正好用他的名字最划算。傅寒川死面真鬼，缠绕我，缠就缠这个老死的。不是的吗？不是真的，小雨有妖术，我刚刚是被控制的。
控制你的嘴，能控制你的心吗？敢说上面不是你的自己？为了这件家家，你三番五次的惹事端，可我次次都原谅你，你会洗心革面。现在看看，是我错了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不原谅是吧？我已经给过你5次机会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从此以后我们傅家再也不亲近这号人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好，我走。我和大哥都是你儿子，次次走偏袒大哥，这也就算了。有个好人和韩川之后，你又偏心韩川，在你的眼里，从来就没有我们家。田曦，你大哥是被你踩死的，你当初说的好的，要报恩仇，好让他当着你自己的孩子，可是结果呢？你周下蛊，你就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的吗？乃是你们逼的，找个理由就不让我去公司，是大哥的问题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几连你不知道吗？傅家千金之事不缺你穿，你为什么非要到公司去祸害他？就是不信，就是不承认，早晚会后悔的。韩川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主任，傅清城已经被赶出傅家了，只是属下还没能确认石云辉的身份。没关系，这次本座去亲自确认。孩子，今天多亏了你呀！要不是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是在几本杂书上看过，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。我就知道，就是想帮人操死。别人说悄悄那是自谦，你要说悄悄，那就是忘恩负义。妈，就是你要是没有吐出挖苦的魄力，你就给我闭嘴！行了，跟我上你账队里，别再碍眼了。你们两个呀，好好聊聊。走啊！刚谢谢你啊。我是说，刚才你说话。既然你嫁给我，就是我的人，没有道理别气我。夫人下手太狠，傅少爷看来是伤不重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那我先走了。其实是有问题的，真的。我这是心里跳得正好，还是因为不心正正里，所以现在太奇怪了。不能进，起来！你把陈景请来了。这个孩子是你装作别人不懂的，他出生的时候把你吃了。运辉说的是真的吗？运辉说的是真的吗？因为这个孩子他在你这里捞了好处，估计把你的扒了一层。哎呀，我可是吃少头啊！又是打针，又是吃药，为了这个儿子，你永远为人的一条漂泊，你就不想过来？跟我在这里没什么
什么用，想证明清白，就去那个在你们这里叫什么亲子鉴定。云慧说的对呀。哎呀，师傅姐，你是不想想我了是吧？好，做亲子鉴定。如果小浩是你的孩子，立马离婚。我带着孩子，这辈子你都别打孩子。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？不是，我相信。我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你心肠越来越毒了。你学不学我们之间的感情了你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必须得把钱给我拿出来，别让在这吵来吵去。拿钱，快点，钱拿出来。石先生，云辉已经嫁给我了，就是我父家，这样动手动脚，是。你不走。再说，我也是这个死丫头，那个云辉的亲爸，是吧？你看，他不能从这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吗？我们含辛茹苦把他养大，你怎么也得有点想一把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清算一下云辉在石家的开销。附加案是备给你，但我的要求是，从今往后，云辉和石家再无半点关系。好，副总少谈。哎，那个见啊，咱们就先处理先生。我来帮你回忆。从云辉出生到现在，就花了3万，翻10倍，就是30万。不开船！你真以为石家没有脾气啊？这死丫头好歹也是黄花大闺女，你是也生寒了，你就是卖别人，他也不值得区区38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要不然石先生就好睁眼看一看。夫家早就把云辉的调查清楚了，除了出生必要开销，我们几乎一分钱都不多。他从初中就开始打工了，这笔账绝不可能算错。这里现金30万，拿上他，滚出家！哎，好，没事吧？韩川哥哥，你醒了怎么让人告诉我一声？我别怪大家每天都很担心你啊。知道了。韩川哥哥，是不是还在怪我？但我之前也是没有办法啊！你不要说我气好吧？别。韩川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我可能动到伤口了。怎么样？明明都10万，还这么冲动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师傅，轻点。看你还注意家。你不嫌丢人，我出门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徒弟。为了师傅打架，怎么都不丢人。再说了，那帮臭小子口无遮拦，我就该教训他。我出生注定是遭人诟病的，你又何必？不，师傅，哪怕千次万次，只要我在，我就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师傅。好。怎么办呀，阿姨？我对那个家国冲洗的那么好，这不是仗着救命之恩吗？就对韩川腰恩图报。这再加上这还得洗这个，这不一直护着他。他不是嫁过来冲洗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咱们得想办法把他赶走。
对，我记得还有一个前男友。要是人发现他俩还没有断联系，这老太太就是再喜欢，也有理由在里头折腾。喂，别打！不是演出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带开的。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带你死了。我知道你打我恨我，是怪我上当时电视剧开。可是因为当时我也被困住了。这样，你先跟我离开，之后再解释。你先给我离开，我以后给你解释听。你不能离开是吧？是不是家逼迫你？买卖婚姻是犯法。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来人，是会有人啊！知道，放开，知道。你谁呀？这是约会的男朋友。我现在看到两个人拉扯，搂抱的。对，现在看来拉扯是你是男的。你是为了约会而来的吧？对，我要带我爱人离开。你们强不是约会，这是买卖婚姻不作数。儿子，这强扭啊，不甜。既然你现在已经好了，不如就他们想来怎么办？你看人家深更半夜的偷偷见面，这不可以。别过来！你们聊了半天，是不是忘了问我老婆的意见？云辉肯定会跟我走的。谁说我会跟你走？我记得副驾是有门禁的，谁放你进来的？我翻墙啊！哎，这不重要。但是别墅周围是有高达3米的铁网，你也是翻过来的，除非你有认识的人，抓这点带进去。那不如我们就问吧。够！你不需要这些，你跟我走就行。我知道，那个帮助你的人就在这里，还是你的。你帮别的女人睁睁眼说爱，你觉得我会信？云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是苏小姐的。我是觉得小姐可怜，想帮她，我也是好心。那你看我夫人有样子的意思，还是说你的好心，就是对我夫人的栽赃陷害，影响我们夫妻感情？秋雪也是好心，办了糊涂事儿，他也不是有意的，别生气啊！你们自己找来的人，自己处理。但如果处理不到，我不介意交给警察处理。机会，你真的要放弃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我们有什么感情？你深夜闯入，算是非法入侵，你强行把我拉走，是拐卖未遂，还不如买婚姻呢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我知道，肯定是胁迫，我一定不会放弃。你是谁？可以帮你想事，但是你得帮我做一个小事。什么？骗人的吧？你不要着急拒绝，先考虑吧。怎么？你真的要为你男友守节？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，到底是不是现代人，脑子里尽是一些陈腐的东西。毕竟你已经是我的人，那陆衍舟对你如此念念不忘，为夫难命了。答应我们就行，不然给你戴绿帽子。放心，我对他没那么好感，对你也差不多。哎，现在差不多也无妨，来日方长。自己逃不掉。我亲眼看到石榴还受代价，还把韩州赶出去。可是
这根本就不在乎。别生气了，这石云辉刚跟她前男友见了，这转脸就对我们家寒川冷淡。这说明啊，他那个心里肯定还有他那个前男友。这到时候啊，寒川心里肯定会有疙瘩。可是刚才寒川就没有生气啊。这他不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吗？你换位思考，要是你老公也这么对你，能不生气吗？所以这时候就要看你的柔情小意了。这想当初我和你叔叔也是这么仇恨。这过程虽然坎坷，但这结果挺好的。我明白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寒川哥哥，我怕你饿，你送你吃的。我已经要睡了。寒川哥哥，你要是真的睡了，会坐在这看天了，是不是还在因为石小姐和男朋友受是高兴？我懂，听说是个男人会对这种事情是有芥蒂。刚才寒川送石小姐回房间的时候，难道是？行了，我累了，看完回去吧。什么味道？哥，我喜欢你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喜欢了好多年了，你的凭什么借足线灯？是我，为什么逼的？爸爸不要想我家，别想，我把你逼成什么样我都行。水鬼殊途，你与陆远舟的缘分已尽，万事莫要强求。我定会为你寻一好去处，来世自有富贵。寒川，雨辉，棒，寒川，发，你别下药了。再查，不要！还这，人呢？哥都被吓了药，还能到哪儿去？苏小姐人说少爷匆匆的去上房里了。贱人！吓别人未婚夫的小三不能跟寒川哥在一起。苏小姐，您别放弃，咱们还有机会。是石月辉不是就爱搞些风水八卦之类糊弄。继续说，过两日就是老夫人寿宴了，正好老夫人也信。对呀，到时候傅家觉得石月是个上得念的信来干得好，到时候我会。这就走。提裤子不认人呢。这件事情只是个意外，我不会追究你责任的。你倒不如追究我责任。还有，我发现傅家有人布置风水阵对你很是不利。但是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事成之后，不要和你离婚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命中有大劫，和你的婚姻只是我的变数，所以我才会嫁过来。但傅寒川，我和你毕竟不相识，我想你也和一个陌生人共度余生，我也不会。哼，陌生人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那也得看你有没有本事破了这证。妈，过2天就是您寿宴了，我呀想好好大办一场，正好庆祝大病初愈。行，韩川，没事了，带余晖出去逛逛，置办几身衣服，到时候呀，我们傅家一定会来不少的人，我们傅家的少女第一次见人，一定呀，不能落了下风。奶奶，不如我陪石小姐一起去吧。毕竟石小姐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场合，肯定什么都不懂。我跟着去，还能帮着参谋。这种小事就不劳烦苏小姐了。反正苏小姐也没参加过几回。况且，我夫人穿什么都好看，我最了解了。喜欢什么就管试试。接个电话。看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石小姐，这件衣服我要了。那件衣服我也要，这个包起来。这位小姐喜多了，我全都要。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有钱，任性。毕竟苏小姐呀，身份高贵，多买几条裙子也没什么吧。韩川哥哥怎么跟你一起来啊？在奶奶的面前表现得那么恩爱，该不会装出来？和你有关系吗？怎么和我没有关系？韩川本来是我的未婚夫，要不是你横插一脚，麻烦你搞清楚。你们没有结婚是因为家毁约在先，你们嫌弃韩川是个植物人，现在跑到我面前又当又算什么？你也挺奇怪的，您的儿子被他羞辱又怠慢，您在这里和他们破镜重圆，您到底图的是什么呢？我夫人真会说呀。韩川，妈妈是怕你后悔。这苏家悔婚，这晴雪不是不愿意的，他也是个孩子呀，毕竟还是有感情的。妈，我早就说多遍了，我们没有感情，还是说你信他的那些鬼话？阿姨，你先别说了，你越说韩川就越说越生气。夫人喜欢什么，尽管买，我们也有钱，几任借。等着吧，你很快就赶住父家。这件怎么样？好看。来，试试这件。你干什么？这件衣服不太好脱。不需要，你先出去。你好，听说您懂风水，想请您抽空到我家里坐坐。啊，我先生和合作伙伴，我想石小姐也愿意帮助合作伙伴想招财进宝的办法，对吧？这是我的荣幸。
那位就是您的儿媳妇吧？瞧着气质真好。是。夫人不好了，老夫人晕倒了。什么？医生。老夫人的病得很奇怪，像是心脏病发作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而且之前体检，老夫人明明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那该怎么办呀？建议送到医院，做一次全面检查，确认一下病不行，不能送去医院，这根本不是病。这明明是被下了降头。这位小姐，都21世纪了，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，别封建迷信。少在这招神弄鬼！这明明就是画上去的线，赶紧把带出去，免得在这耽误医生看病。急什么？跟他讲，也没什么损失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这条线会越来越深，会把动脉和静脉割破。老夫人根本撑不到指纹检查，而且根本检查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我可这又不是什么小说，还降头！别以为自己会什么风水和卜卦，就可以在这胡说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中毒了？我来。就这，完事儿了。我这是。奶奶，你刚刚被人下了降头，是云辉救了你。好孩子，多亏了有你啊！先把保险柜的文件拿来。是。本来我是想在寿宴上当众宣布的，现在出了这个事儿，我只能在这儿锁了。这是我在富士集团15%的股份，现在全部交给你的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。你配得起。你别信他。你干什么呀？这一切根本就是他自导自演。奶奶的降头塌下，这只是刚才这个房间里的东西。这东西你拿出来的，我看分明是你故意再造陷害吧。川哥哥，怎么能这么想我？这是刚才我带下人一起在那房间里搜出来的。大家都在忙着照顾奶，我就想，如果凶手在现场，肯定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就带着去搜。果然在房间里找到了这个东西。好啊你！我妈对你多好啊！你竟然这么恶毒！妈，你还这么兴奋呀！直接得了！阿姨，你也别生气，下降头这种事情，警察说不定不信。再说了，现在奶奶也没事，就把她赶去算了。做人太绝，那也不能这么轻易就放。来人，把这个脚架给我打扔出去！把这个脚架精的腿打断，给我丢出去！我看谁敢动他！你们戏演完了吧？该我了吧？什么演戏？我看你现在是无法正清，所以开始胡言乱造。好，那我想问问，二叔被赶走之后，这些东西是怎么处理的？是拿去收起来，暂时放仓库了。是谁？几点送到仓库？也是我。二老爷的东西，我一个人吃到晚上9点多。也就是说，10点之前，这人偶都在你们视线范围内。是的。那就不是我了。什么？昨天晚上9点钟之后，云辉便一直跟我在一起，直到天亮。那可能是我搞错了。那现在都要问苏小姐，这个误会怎么造成的？可能是有谁想陷害石小姐，脑子不聪明，算了。情绪好像是坏事。就算了。我知道，所以也没想为难苏小姐回去可以说一说。今后合作的事儿我看就免了。我们两家呀，
尽量划清界限。这有的人呢，真是一点猜脱离的，连刀叉都不会用，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教的，也不知道谁飞整个西餐，这刀啊擦的，哪有筷子使唤？徐姐，去把筷子整理过来，顺便炒几个小菜。云辉，你年龄不小了吧？是，我看你们感情这么好，不如趁热打铁，孩子给生了。我们以后是要立华公司的管理权。为什么？我们商量好了，毕竟丽华是自家的牌面，放心。到时候让云辉设计防用品，直接丽华副厂打板，很方便。你小子想的周到的呀！到时候我走了，看你怎么上这个话。老夫人，石先生夫人拜访，让他们进来了。那个，云辉呀，爸爸回去，好好的思考了一下自己，觉得这么多年呀，对你是疏忽了。那个，所以呢，我们登门向你赔礼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。上次不是说我和你们石家再无关，你也不必装着一个好父亲的模样，看着怪恶心。我说你这个小猪蹄。云辉呀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父女俩不要这么计较嘛。看你爸都跟你道歉了，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。10几年的苛待，一句道歉，好好的接过去。你们两口子无处得表。行了，别吵，都是一家人，传出去，也不怕别人笑。什么？韩川，最近工作忙吗？我听说你们现在弄了一个什么那个新手机，是不是？第9代 AAL 还在测试中，怎么？韩川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新预售肯定很疯抢。咱们先来一波这个营销，每天限量再少一个人呢，说是内部有关系，可以加价购买，咱也不加多，一台机器呢就额外加他的任务。哎呀，这个钱花的劲，那都是不务正业的人干。我们富家不至于为了这点蝇头小利，算计来算计去。哎呀，亲家们，你看你这话说文字骗文，小意是肉嘛，赚钱。别说了，富家还没轮到用这种方法。你又不知道做生意，你懂啥你？既然年轻人都有想法，叫他们放手勤干了。咱们年龄大了，就别插手了。这家人真不是好歹，赚钱的生意都不做，现这机会。你们想做的事，我可以帮你们。原来地球是圆的，而且还能产生磁场。这是韩川的笔记，他也会。傅寒川，你别闹了！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闻到你的气味了。气味。洗衣粉吧，我从不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知识，鼻子灵敏的才。那让我也有了。怎么了？公司出了点问题，不去处理一趟。怎么回事？总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。这事情竟然和我有关系。傅寒川，等等我！副总，我要出现了多起爆料，咱们新上线的电池出现了问题，出现现场爆炸，目前已经有5起事故。这几项受损报告都有工伤途径。
手机编码业务，有可能是假，有可能是假，但也有可能是手机2到3次拆除过零件。总之，先把爆炸碎片产生质检，然后安排产品部发挥所有营收产品，不必要把行动组降到最低。明白。都要副总，前方那边来人了，正在会客室等人。我先过去看一下，登录。虽然这件事的真相还有待商榷，但是出于人道主义，我们公司愿意垫付所有受害者的医疗费用。我相信司法机构和人民影会证明我们公司的清白。副总能这么说，听说您还召回了所有的影视产品，真是非常感谢您的配合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，您的夫人石云辉怎么？我们接到了匿名说这件事情的参与是谁不晓得。是石云辉，这就是石云辉，怎么了？好啊，就是你卖的假手机，害得我女儿的脸严重受伤，对啊，不要别说，田阳师傅做得出来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没有事情。好闭嘴！打死他！据说这个妖孽不仅迷惑了大王，近年来的山洪都是他搞的鬼。堂堂太极四不错，非要当个祸首，真不要脸！潘川，我知道，可我因为手机爆炸的事情而愤怒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前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污蔑我夫人，否则爆了体，我看谁先完蛋。疼不疼啊？没事吧？这点伤和你当年断头之痛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突然跑出来，是因为在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你到底怎么？我真的没事，就是被包抡了几下，又不是什么臭鸡蛋菜叶子。对不起，我又没事。你是不是中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。以前是我没用，以后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你怎么回事？大侄子，你要骗大家的什么时候啊？你的宝贝夫人倒卖自家山寨货，发爆炸案件，影响公司的声誉，不该给大家一个说法吗？这件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有什么证据？妄下结论，你已经被夫家除名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老子是被指位，但是股份还在，就还是个股东。现在老子以股东的身份，要求你去立刻处分，不然你就此之算。你以为你是机关吗？所有人都回去工作，否则薪资扣你冲。胡战！实话告诉你，发爆炸机的供应商已经找到了。供应商亲口承认从石云辉手里拿的货，这上面有他的手印。真的是老板娘，这么缺钱。老子有问题，这不自己玩自家墙角。没有。不知道。这件事需要时间调查，给我一周时间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如果真的是我夫人所为，那就像二叔所说的，我已就辞职。你说易主就3天啊！我们全体股东都不答应，是不是啊？各位，是啊。好，就3天。你刚刚不应该答应的，太冒险了。
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悲剧不会出，悲剧不会出。对了，我之前想问你的那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我搬来这间办公室就有了。当时我看的题没管它。这间办公室大叔帮我装修的。看来又是二叔的风水局。这件事情和阿叔脱不了关系。当初他被赶出家门，耿耿于怀。副总，你让我没看，发现了。你刚刚说跟踪的是谁？你还记得上次在街边围堵你的那群人吗？我发现有一个人举止怪异，就找人盯着，没想到真的有事情。饶了我吧，大哥，我全给你。说，谁指使你？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在光廊小区有两个家的，陪老婆不？我都说，别告诉我，都是傅二爷让我干的，我煽动受害者去试营会，我就是喊了几句，但是受害者是真的。你来这个工厂干什么的？我只知道这是一架生产基地，傅二爷让我办完事来找管事的人，饶了我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有小鬼，带走！拿钱！不同意！现在别回本事了啊！经理怎么了呀？你们生产的真的插入机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护个屁！等被抓了，吃牢饭吧！什么人？放置住！不要！哎，有话好好说啊！这间工厂是你的？不是，我也是个抽打工的，我哪能敢？开工厂！你老板是谁？这。说！我老板姓石。石景天。知道。我明白了。上次我爸妈去你家找你商量高价炒手机的事情，你没同意，他们就动了歪心思。至于我这个事情，只要我用过的东西，都可以用指纹来伪造。真是抱歉，因为我父母。不是你的错，我二叔也参与其中，他们肯定是同谋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他们就该为自己的代价。你们就等着警察吧。把人都抓起来！不许动！蹲下！傅兴成人就在现在警被抓，但是10几年夫妻仍下落不明。如果有什么消息，一定要通知我们。谢谢，应该的。老实点，抱头站好。我让人送你回去，这里我来调查。放心，一切都会好。你怎么在这？你还有脸回来？妈，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，你不是我儿媳妇，傅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傅氏 L9代，上新的是长平爸妈是头，你也不是什么好，我劝你，尽早滚蛋，还赐予风水看风水，我看你就是最坏风水的玩意儿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和傅寒川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，我们一起商量好。你最好，说到做到，我言出必行，绝不反。勉强相信。你就这么想离开我了？傅寒川，你疯了吗？是中邪了还是脑子坏切？我们一开始就说好的，只要傅氏的风水正义，本来我们就是要离婚。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这些时日发生那么多事情。你还是对我的好无动于衷，你就没有一点点喜欢我。我也不知道，趁我想想。好，我不逼你，在你想清楚之前，不许再随便跟我提离婚。好，不答应。真恶心，看就是实搞事被发现，让爸妈去。也有可能真的是父母犯罪了。当女儿的大义灭亲，很了不起了。
嫁进富家好门进豪门，富家真是倒八辈子血这个货。别看了，都是一群人瞎吵。什么是舆论？什么是舆论？舆论就是一个人喊狼来了，然后一群人跟着喊狼来了。但是真正见过狼的人，可能就那么几个，或者根本就没有。所以永远不要在乎别人说了，他们知道的真相，永远不如你。已经快3天了，还没有消息吗？警察办案也是需要时间的。宽检二叔已经伏法，3天之约不用管。那不好。当时看着的员工那么多，说到不做到，会影响你在公司。这么担心我？那也是为了我的事情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快速的找到他们。是什么？这间屋子很长时间没人住，得先找到我爸贴身的衣物才行。你看这个行吗？用这个吧，他们肯定在一起。是这个方向，跟着这个手绢指引的方向就能找到他们。在那边！站住！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哎呀，我求求你们，放过我吧！我也不知道，那个都是付倾城，他让我干的，赚点小钱，我也不知道他会爆炸呀！所以你更应该回去自首，指证付倾城，争取宽大。可是你是从犯，量刑不重的。可要是逃跑，可就不一定了。老公，你越信他，这人都死了，能怎么处理呢？我可不要进监狱！就应该承担后果，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就忍心你的儿子以后生活在辱骂之中吗？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用你的嫁妆养我儿子。可以，你一定要说到做到。老公，小豪，他是外来的。抓住他们！云辉，你坚持住！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。等等我。果然是你！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么保护宇辉的吗？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说这句话？管我什么？如果保护宇辉，我一定得到。你他怎么样？评论有点色目前呢已经出了血，让别人好好休息吧。这法阵竟然如此庞大。怪不得。我的生死大计，原来是在这里。云辉，你醒吧。其实太好。陆远洲，我要跟你说几句话。起来。你怎么样？你先出去吧。
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人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会这么办？你别骗我，你别骗我！我已经发现有人在你身上动了手脚，利用你做阵眼，在这个医院布置了一个我都没见过的大法阵。什么阵法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这个法阵有很浓的煞气，分明是要治我于死地。我身上有生死大劫，应该是冲着我来的。之前有个人给了我这个，我带在身边，我答应你回到我身上。好久不谢，师妹。施红玉。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缠着我，叫我师兄吗？怎么现在叫名字？一句没死，果然是你偷错一卷。是啊，长生的滋味实在是太，只要有了幻念，哪怕肉体死，灵魂也可以永生。可惜，那密卷是残品，这肉体越换越感觉逆天而为，这自然要不！只要我能再次找到八字全阴的人进行献祭，就能彻底永生。没想到当年在陈国献祭的师妹你，如今击败过去，献祭的好，这就是你我天大的人，师妹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啊！岳辉，你怎么了？他刚刚碰了我，带来的时候就这样。石红玉，你竟追到这里了，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星辰。来看你，韩振志怎么了？快叫医生！你快叫嘛！叫医生，你什么意思？玉贵，韩川是不是得了什么外病了？现在当务之急去除韩川身上的煞气。你们帮我准备一些东西吧。现在了，你还怎么搞？行了，我们如说的做法。师傅，不是你师傅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，不过不重要。前世的记忆已经烟消云散，我也并不在意。那前世的事情我们都不管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以后不会再骗你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没有以后了，我们会离婚。什么？当初作为赌约的风水阵是你自己设计的吧？而且你还阻挠我破解真相，这些已经是你在耍赖了。我不信，
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我和前世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仅没有避开我，反而还和我在一起。不介意睡一觉又怎么了？睡一觉又怎么了？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不会同意。结婚和离婚都只不过是一张纸。前男友又旧情复燃了。我早就说，根本配不上韩双。接下来就看你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。那个女人不值得你这样。有的时候你回头看看，厉害有更好。回头看更好。是啊，我是真心喜欢。行，那就结婚了。啊！反正我是单身，结婚又不犯法，还是说你不愿意啊？我愿意的，我就是太高兴，我现在都感觉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你去准备就行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师傅，这回是你想看。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哎呀，这么巧，石小姐也来这家餐厅吃饭。听说这家餐厅在我这很高呢。你家呀，请你套餐特别好吃，所以好像真的连天特意带我过来。石小姐。就到这回，非是耽误。之前想说是这家餐厅。我走了，好让你跟他双宿双飞啊！你就这么快移情别恋吗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只要我一天不同意离婚，我们就还是夫妻。傅寒川，你别逼我报警告你骚扰。
你就真的能做到如此绝情？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再纠缠我，我可说不准会发生什么。好，我可以不纠缠你，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最后一件事情？好，你先说什么事？请你用师傅的身份，和我再相处最后一天，我不会做任何过分的事情。我只希望你能弥补我最后的遗憾。好，但是这是最后一次。两位好吗？有点什么？节日优惠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更大。好，那我们多买一点。好的，看看要什么？是吧？我知道你喜欢这个。你看这个好像你了。还不走？不是要去放花灯？走吧。你所谓的就是一盏花灯。我的遗憾太多，师傅救命日没能买到的酸枣糕，我们相识的第一个10天前，还有师傅基金，我想送你。你冷静点！再闹就不要结婚了！张哥哥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上次回国之后我就一直担心再次抛弃。与我之间的恩怨已经结束了，我还有自己的事情，会和我一起。汉川哥哥，看清楚了，那个女人从未移情别人，因为她从一开始爱这不是你的爱。我见过石英辉真正的灵魂，他直到死渴望想要见，结果他被人占据了身体，自己的魂魄因此湮灭。你说什么？我只要他的人，再没有愚蠢！明明可以帮你找回石云辉的，你不是说他湮灭了？这些自己又一起走，我只相信自己。你跑不掉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来做个交易。我知道，你想杀了是我，但是你做不到的，还有不死之身。我知道他的不死之术，就是从我这里偷来的。是吗？我还知道，他用秘术控制了你家人的气运，我可以帮你化解。我该怎么能相信你？我往上数3代都被石红玉，我们不是没想过，可是到了我这只剩下我这么一个独子，我不能再冒险了。这好像是不太一样。
你真有办法，你真有办法。我有80%的概率，我有80%的概率能怎么？敢搏一回吗？搏一回。8成概率，够多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是红玉献祭的阵法在哪里？不是在医院吗？不是在医院。不是没有准备的人，真正的阵法在别处。你跟我来。这就是献祭，不好，这里有结界，你已经突破了结界，有人马上就你跑不了了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主人，是我没用，让他破坏了阵法，不要紧，简单的破坏，影响不了阵法，等等，灾劫互挂，没有生气，一切都是白谈，手下受教了，师妹啊，本来想多留你几天，没想到你这么着急，小的法正法里闯，看来这是上天的旨意，让你为我的重生付出2次生命。不会成功的。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急什么？还有一个时辰，就是献祭的大好时候。至于现在嘛，我要和师妹好好聊聊。自不量力呀，师妹。师傅总说你天赋高，而我觉得你不懂人情世，孤高清傲，你也配做大祭司？主人，时候到了，好，开始。傅寒川先生，您是否愿意了解成为您的合法亲属？汉川哥哥，去哪儿？快回来！我就要成功了！再有一次献祭，我就长生了！怎么回事？阵法怎么逆转了？何天斗，你人呢？快！暂停阵法！主人，您说过，阵法一旦开启，便不能则会有性命。背叛我，付出代价的。我就是付出太多才明白，就杀了你，才能获得自由。刚刚偷偷的将自己的生气注入阵法，比换你命丧于此。疯了！真的疯了！不要！都是我的！云辉！快临阵！师父，回头再也不认你。你别笑我！他不过来换连阵，他这是红玉，杀死若若，所以。我知道。
心看着你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陪着你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一切。逝者为大，现在已经这样，你还是想开点，没死。如果他要是意外，我们要为他下葬，如果他要是谋杀，我们需要报警的。他没死。这么空守着他，他死的也不安心呀，说了，他没死。给我一点时间。老夫人，刚刚门口来一个的，要见韩川少爷。让他进来。这孩子就像着了魔一样，非说云辉没死，他都已经断气了。这人各有命，他们各自的造，都有各自的造化的，我只能言尽于此。你对他的一片深情，倒是可悲。师傅，遇到你之前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和流浪狗抢吃的，和乞丐争地盘。我从第一眼见到师傅起，就喜欢上了师傅。世界上怎么会有像师傅这么好看、善良的？一定是仙女下凡来拯救我的。可是我不敢。师傅救了，却对师傅心存忌。我好害怕，师傅会觉得我下错，恶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师傅也是喜欢我的，所以你故意气我，要和我离婚，要去独自面对这，就像前世那，你突然翻脸，要跟我撇清关系，也是为了独自去，我真的好蠢，我竟然没有想到，你祸了我一辈子，这无论如何，也该轮到我护着你。星辰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星辰。姐姐，你没事？你没事了？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呀。你怎么哭了呀？你不要哭，真的好看，你不要哭。我是高兴的哭了。你没事了，我就高兴了。既然姐姐高兴，就不哭了。行，一定要见到傅寒川。傅寒川是我的未婚夫，他今天抱着个死人。完了，我又活了。这不，给我让开！他是我的
不会回复，不会回复呀！不许你说我姐姐，不许你说我姐姐！我不要跟姐姐分开，不要跟姐姐分开。对他干了什么？干了什么？我操！都是他害了你，害了你！我不相信你，不相信你！川哥哥，川哥哥，不记得我了，不记得我了。你也需要冷静，你也需要冷静。是啊，是啊，苏姑娘，苏姑娘，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这样看来，婚礼是举行不了，婚礼是举行不了。当务之急是治病要紧，当务之急是治病要紧。快去把医生叫来看看，快去把医生叫来看看。抱歉，大夫恐怕也好了。你跟奶奶说真话，你跟奶奶说真话。韩川到底是怎么了？韩川到底是怎么了？邪从上身，你赶快帮他驱驱邪呀！帮他驱驱邪呀！看风水，还能治外病吗？还能治外病吗？赶紧想想办法救救他呀！救救他呀！我现在真的没有任何办法。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韩川住手！韩川住手！杰成，你别闹！杰成，你别闹了！师傅，没事。韩川只盯他一个人，先把他留下。可我才是韩川哥哥的未婚妻。这就奇怪了，苏姑娘。你的丈夫只记得别人，记不得别人，记不得你。这是苏姑娘的问题，可就火来欺负我是吧？行了，苏姑娘，你要是觉得在这待着不舒服，等到韩川的病好了之后，我们会派人去接你。走，会走的，会放弃的。我现在的身份是哥哥的未婚妻。我们两个虽然没有结婚，定了，但这一点你认可？认可。我的未婚夫现在因为你变成这个样，我们两个都因为你受到了伤，你认可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现在要去照顾我的未婚夫，去给我们准备点心，不过分吗？先生，姐姐，这个女人，刚才还脱我裤子，是给你换话。苏小姐，先出去吧。我凭什么要出去？我出去了好让你们两个成事儿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姐姐！疯子。是。你在这等着，吃的东西，我去给你拿吃的东西。暗川哥哥，你好点了吗？其实这么长时间我也猜到，就是假装的反悔，不想和我结婚，会那么维护石原，会针对我。我说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是话呀，到底是不是假装的？我真是受够你了，我真是要被给逼疯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他不好好喝咖啡，我知道，谁知道怎么就弄到身上？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不过是个傻子，打两下又怎么？我打两下，打我，不服你打我，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不会反抗，欺负一颗生命，你以为你很厉害？你相信有什么生气的事情可以冲我来，我手快喊出来！怎么了这是？阿姨，对不起，你别拦住石小姐，受伤了。好个石云，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留下，现在竟然这么对韩川，先生，我们都打我，谁打你啊？他打我咖啡，泼我咖啡，姐姐。
他之前都不会说话的，肯定是约会，是你教他的，对不对？是你教他的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教一个人说话，我可以教一个人做出害怕的反应，做出害怕。你之前总搞那些鬼啊神，总搞那些鬼啊神，你有什么方法控制了寒川哥哥？绝对不能相信他，绝对不能相信。我的心腹张妈，都亲眼看见，都亲眼看见。说，难道你要说被控制了吗？人也被控制了吗？真的是你？这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妈妈，苏小姐的行李，我们傅家，我们傅家的任何人，苏氏的任何人，之前他是副食的，之前他是副食的，你放屁！你说什么？是看错你了，是看错你了。是因为你蠢，是因为你蠢，你个傻瓜，这个过去，过去回来了，说我也不会回来了。以后没事了。苏清水已经走了，苏清水已经走了，没有人会欺负你。以后再有人打你，以后再有人打你，要告诉我知道吗？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是师傅还是姐姐？我是师傅还是姐姐？姐姐是傅，姐姐是傅。川，奶奶您来了，奶奶您来了。公司出了点事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派人查公司的人心不稳，一直藏着的消息没有公开。不过现在需要寒川亲自出面签字，他只听你的。如今他能不能带他一起？他已经忘记怎么写，实验过的。那要不这样，先不签字，挑毛病，限他们3天内，这期间让寒川练字，只能这样了。是我连累了你们，道歉的话已经说了很多遍，我能看出你的真心，小星辰，我们来一起玩个游戏，好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狗屁不是！洗过了。我们傅家又不是什么项目都闭着眼睛。3天之内交上来一份新的。副总，您能不能细说一下，到底是哪里不满意？哪里都不满意。已经是我能做到最大努力了，只会影响产品质量。这个您是知道的吧？您是知道的吧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今天就是不想听。那我3天之后再来。3天之后可以。3天之后别说呀。好了，老公，别需要了。我和副总还有点事情，你们先出去。我是老公，我是姐姐了。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好了吗？到后面就忘了吗？看姐姐吗？我不知道公主吗？下午还有个会议，你只要乘着开完会就结束了。还有，在开会的时候呢，不要说话。如果他们提到你的名字，比如说上厕所，其他的上厕所，其他的交给我就行了。我要加3奖励，给你奖励，好，给你奖励。李慧，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是来帮你开会的，我自己会开，我不要他帮。你个才疯！季晨，我们都是在帮你，不能这样。放弃啊，星辰，姐姐说是公司是你的，我们是在保护你的，你能明白吗？姐姐，我是为你的累赘，不是，你是我的英雄。总觉得副总有点不对劲。听说前段时间情绪起伏较大。副总绝对不是不感冒，今天开会随便拿点东西就行。首先来说，真正需要他的这个形式。
北线看似刚才说的很好，刚才说的调出来了，思维导误调出来了。上周就说了，所以8天的时间，我都没有思维导。我电脑坏了，这个月奖，下次全扣一半，最终方案呢？就用方圆圆的，所有部门的，下午立刻执行起来，散会。我的奖金啊！姐姐，我刚才演的好不好？你说话呀，能不能说话呀？能不能听你说话？是不是回来了？姐姐在说什么回来了？石先生，你别骗我！你从小都是这样，撒谎就爱眨眼睛，是回来了？是不是回来了？你是不是恢复神智了？别过了，是我回来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怎么会呢？我怎么是？还好多眼中没有按照计划。我一激动就想起来。你一个当老总的人，我问你话都没法，而且你不是可以装，我已经讲3次，还让我就不会不跟我说话，你这会儿我要不刺激你，你到底是为了给我治病，还是想看我出场？兖州，你这样太冒险了。如果说没有成功，没有穿失忆的事情，不是大人。行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陆先生。你知道我帮忙不是为你，但是帮忙是为了我，这是也不吃亏的，行了，这儿没什么，我先走。没想到这段时间家伙把复试打理的还挺，几乎没什么疲劳，比起来，不过跟我比起来，你呀，王婆卖瓜。那师傅觉得是我厉害，是他厉害，还是他厉害？你厉害，好了吧？宇辉，可以出来一下。哎，有什么事情是我？你堂堂富士集团总裁，我的一口功夫，还怕我的一口黑枪术，就把你的黑枪。放心。宇辉，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，就差这个东西，你要辞职，在公司发展的挺好的。知道，宇辉，你知道我在这里更多原因，我有私心，宇辉，你优秀，哪怕只是一瞬间。我没有喜欢过你，真正爱你的是兖州，我不是他，对不起。不需要道歉，你也不需要道歉。凭我的能力，到哪里，而且我做这个决定也是全自己，我也需要时间理解。对。看来你已经完全清醒了。在我没有恢复正常的日子，很感谢你给我气死。如果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个人或者是个人都可以为你提供帮助，承蒙副总关怀，以后，不过我们回到以后，提前祝二位来年好，了解东西。不许叛变的男人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小气？我一定要小气，你听我靠。你愿意嫁给我？不愿意。听说你家儿媳本领可大了，盘川的病也是他，不是嘛？我们能娶到云威这样富家的福气。你之前还瞧不上他，现在的态度可不一样了哟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老夫人有时间出来告诉你，之前见你们，这不把掌家权交给云辉了，呀，老太退休了。傅寒川先生，您是否愿意解决云辉的关系？无论他贫穷，健康或有疾病，青春靓丽，你将会与他相依相爱，永远的陪在你身边。您愿意？石一辉小姐，您是否愿意？无论他贫穷，健康或者疾病，青春靓丽还是容颜，将会与他相依相爱，永远在他的身边。您请问愿意吗？您愿意吗？不愿意。